大家好，今天总结了蝴蝶兰养护过程中最常见的10个问题，我来逐个分析一下，再给出解决方法。那第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呢，就是消苞掉花。我们一般买回来兰花都是带着花苞的，都是带着花的。那到家了以后呢，很多花苞过不了几天就掉了，黄掉了，或者有的花也蔫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养护环境不同而引起的。那之前在兰场的时候，可能温度比较高，到了你家有可能温度低，温度变化有可能就会引起消苞掉花。还有呢，有可能突然的变冷了，天气突然变热了，还有之前没有怎么晒过太阳，到了你家突然晒了太阳，这些都有可能引起花苞掉蕾。所以说新买的蝴蝶兰消苞花蔫掉都是比较正常的，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。那我们在拿回家以后呢，就注意把它放到一个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，尽量保持环境不要改变。比如说不要今天放到了阳台，第二天又拿到了室内，尽量让它的环境保持不变。通常在自己的环境中养大的蝴蝶兰，这种现象是非常少发生的。所以呢，我是建议只买带花件的兰花，而不是买带花苞的兰花。买来花件在自己家开了以后呢，这种情况就会很少发生了，而且自己养大的兰花也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呢。第二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烂根。那首先我们在买兰花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避免买到烂根的蝴蝶兰，一定要看好根部是不是健康。如果有黑色的、棕色的空根，最好不要买回家。烂根主要是因为浇水过多而引起的，那根部长时间的泡在水里，得不到呼吸，它就会容易引起烂根。要避免烂根，就要从控制好浇水的量做起。买回兰花通常是放在水台的营养钵里的，那里面的水台非常的多。如果你的环境比较湿润，那么建议不要浇太多的水，那只要定量浇水就好了。比如说只浇盆的1/5体积的量，足够让它1周到2周内能够干掉，这样的量是最好的量。如果有的花友控制不好浇水的量，那么我建议可以换成大颗粒的植料，比如说像树皮、珍珠岩、桃粒等等。那这样的植料来种兰花的话，盆里存储的水分就会非常的少，那么烂根的几率就会小很多。如果根系已经烂了怎么办呢？如果只有少量的烂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控制好浇水量，保证剩下的根不要继续烂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有大面积的烂根，最好还是要换下盆，把烂根、空根都清除掉。以前我也录过一个视频，讲过如果烂根的话，可以采取半水培的方法一段时间，等待新根长出以后，再重新种回植料里，大家可以参考。第三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叶子变软、发皱，主要有2个原因引起这种现象。第一是根系出了问题，都烂光了，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吸收水分、吸收养分，那么叶子就会发软发皱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缺水，根系好，但是它吸不到水，那主要就是因为水分不够引起的。及时的浇水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烂根的问题可以参考上一条。第4个常见问题是叶子有黑斑、褐斑、黄斑，有的还有水渍样，而且病变的面积越来越大，这种通常是由病菌引起的。那发现这种情况，要及时的修剪掉病变的部分，以防传染更多的叶子或者传染其他的兰花。即使修剪掉病变的部分，也有可能清理不干净，最好还是给它单独放置，和其他植物进行隔离。最好喷洒一些杀菌药剂，防止扩散。第5个常见问题是叶子发黄、掉叶。那蝴蝶兰每年也会掉2-3片叶子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一般是最底下面的叶子慢慢的发软变黄，
通常会均匀的变黄，或者是从叶尖开始变黄，那这些都是正常的。如果不是最底下的叶子变黄，那就是不正常的。有的叶子贴着茎部的地方开始发黄，这个也是不正常的。还有的叶子前几天还是绿的，突然几天下来就掉落了，这个也是不正常的。如果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发生，就要及时查看叶子和茎部之间是不是有黑腐的地方。如果有黑腐，需要把它清理干净，防止进一步扩散。茎腐病是蝴蝶兰的最大杀手，如果发现一定要及时的处理，否则有可能这颗兰花就保不住了。病变清除干净以后，最好喷上杀菌剂，放在通风的地方，不要让病菌扩散。蝴蝶兰的茎腐或者烂心，一般是由于叶尖或者叶心处有积水造成的。浇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浇到叶尖或者叶心处。一旦不小心浇到了水，需要用纸巾把积水吸出来，而且放在通风的地方。如果通风好的话，水分会及时蒸发掉，也不会出问题的。即使蝴蝶兰得了茎腐病，茎部断掉，或者是所有的叶子都掉光，也是有办法成活的，不要随意的丢掉，很有可能会长出一个新的小芽，又复活了。第6个常见问题就是蝴蝶兰不开花。那有的花友说，买回来蝴蝶兰花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开过花。那蝴蝶兰的开花是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的。第一，这个蝴蝶兰需要是一个成熟的植株。如果你的兰花是一个小苗，那肯定还没到开花的时候。那如果你的兰花出现过问题，只剩下1-2片叶子了，这种植株比较弱，也是不会开花。蝴蝶兰需要有温差才能够长花芽，低温需要达到20度以下。蝴蝶兰正常的生长的温度是15到30度，低温需要到15到20度之间，高温在20度左右或20度以上，持续几周的时间，这样花芽就会生长出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需要给兰花施一些磷钾肥比例比较高的肥料，这样也能够促进花芽的产生。还有一点就是光照不足，有可能也会引起蝴蝶兰不开花。蝴蝶兰并不需要强光，但是它需要明亮的散射光，在没有直射阳光的情况下，尽量越明亮越好。第7个常见问题就是虫害。蝴蝶兰和其他植物一样，都会传染虫害。那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、粉介壳虫、蜗牛、蓟马、小黑飞。小黑飞就是那种像小苍蝇一样的会飞的小虫子。小黑飞并没有什么伤害性，并不需要太担心，只要让花盆里的盆土不要长时间的保持湿润，定期的让它有个干湿循环的过程，那样的话小黑飞就会减少很多了。除了小黑飞，刚才我提到的其他几种虫害都是有破坏性的，有传染性的。那几种一旦发现，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清除。红蜘蛛并不是一种蜘蛛，实际上它是一种螨虫。红蜘蛛非常的小，肉眼看起来就是一个个的小红点，非常不易被发现。它会让兰花的叶子变得非常的斑驳，最后变黄脱落。它的传染性极强，红蜘蛛是我最害怕的一种虫害了。如果你在兰花上发现了白色的絮状物，那有可能你的兰花得了粉介壳虫。粉介壳虫也非常具有传染性，它会吸食兰花的叶子、根部和花朵，会让兰花长得非常的难看。粉介壳虫可以用酒精来喷杀，一喷就死掉了。介壳虫跟粉介壳虫不一样，介壳虫是有硬壳的，它会粘在兰花上，需要使一点力气才能把它抠下来。兰花里面的蜗牛一般非常的小，只有4-5毫米大，不容易发现。蜗牛会吃掉兰花新长的根，吃掉新长的叶。蜗牛的繁殖能力也是非常的强的。一般我们在换盆的时候都需要喷洒3%的双氧水，主要目的就是用来杀灭蜗牛的虫卵。蓟马是一种小黑虫子，长得细长，大约3毫米，会跳。
它会让你的兰花长得特别的丑。兰花被它咬过后，花和叶子会变得畸形。蓟麻也非常具有传染性，春季和夏季多发。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虫害，这里我就不一一说了。如果遇到这些虫害，一定要及时的喷洒药物，及时处理。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你需要重新给兰花换盆，彻底清理。如果发现了虫害，一定要隔离，直到确认虫害被清除干净以后，才能和其他的植物放在一起。第8个常见问题就是蝴蝶兰的开花量少。蝴蝶兰越健壮，它开花量就会越多，而且呢，有的品种就是多花型的品种。如果你的兰花不是多花型的品种，想要它开出非常多的花也是不可能的。蝴蝶兰也需要养分，所以平常养护的时候呢，也要及时的施肥。关于给兰花施肥，我也有一个视频，大家可以去参考。蝴蝶兰开花会开非常长的时间，有的甚至达到大半年。那如果兰花开特别长的时间，它有可能第2年就开不了非常多的花了。要想让你的蝴蝶兰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就要让它开几个月以后就把花梗剪掉，让它充分的吸收营养休息，第2年再开出更多的花。第9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冻伤或者晒伤。那蝴蝶兰最适宜的温度是15到30度。蝴蝶兰的叶子是不能够接受强光的，照射几小时的强光以后，叶子有可能就会被灼伤，花朵也可能会掉落。如果在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，早晚的直射阳光是可以的。如果温度达到10度以下，那么蝴蝶兰有可能会被冻伤。如果温度低的话，要及时拿到室内。第10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肥害。蝴蝶兰不施肥，它就会长得不太壮，但是施肥多了呢，就有可能会有肥害，会伤到根系。那通常见到的肥害就是根系、根尖变黑，或者说根的上部有发棕色的地方容易腐烂。给兰花施肥要薄肥勤施，勤施就是指每次浇水的时候就要施一点肥料，薄肥指的就是淡淡的肥料。兰花肥料上面一般都有施肥量的说明比例，那通常我用的就是它说明比例的1/2的量，或者是1/3的量，减少用量。每个月呢，还至少用清水冲1次盆子，尽量把根部存留的一些肥料冲干净，这样就不会引起病变。有时我们会看到盆土表面的根系有发棕色的现象，那个就是肥料堆积的结果。今天总结了10个蝴蝶兰常见的问题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能对大家养蝴蝶兰有所帮助。我们下次再见。